听说经常熬夜的人会遇见脏东西，起初我并不相信，直到我遇上了一名满身恶臭的乘客。深夜，我接到了一名诡异的乘客，不光电话打不通，就连接到他时候的样子也十分反常。乌黑的头发挡着脸，说话的声音轻飘飘的，身上的红色连衣裙也都湿透了，满身散发着一股臭味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这一单的终点就在火葬场附近。我心中有些犯嘀咕，但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一单。手机的导航指引我走到了特别偏的路线，无论怎么切换都不好使。看着越来越荒凉的路，我有些后悔为什么要接这一单。冷汗顺着我的脸颊划过，突然车里的收音机莫名其妙的自己播放起了音乐，我赶紧按了几下按钮，可收音机就像和我作对一般，按了好几次才关掉了音乐。这时一阵沙沙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看向后视镜，可后排的座位上一个人都没有。人呢？我顿时感觉汗毛倒立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我急忙踩下刹车，紧紧地盯着方向盘，我完全不敢抬起头去看，更别说回头了。师傅，怎么忽然停车了？一阵哀怨，想到这，瞬间我来了胆量，于是等车开了一会，我便沉声问道：姑娘，你还在吗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注意着倒视镜。师傅，我一直在呀。那声音悠悠地从身后传来，可就是没有女孩的影像。我的内心彻底崩溃了，她到底是人是鬼？为什么总是会消失？不会遇到真家伙了吧？我记得各种小说里都说，冤魂找上你做的事都是最后没能做到的遗愿，帮他完成就不会纠缠你了。一想到这里，我一脚油门把车开到了终点。姑娘，到了，你下车吧。我颤巍巍地说着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满头是汗地趴在方向盘上。声音久久未从后座传来，我紧张地又一次往后探去，可车座上的人影再一次的消失。冷汗从我的额头滑落，我能清晰地听清楚自己的心跳声。突然，一只手猛地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我吓得差点惊叫出声。师傅！空灵的声音在我的身后响起，一张满脸是血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是颤巍巍地张着嘴。神经病吧，不想拉我就不拉。本来今天就掉进臭水沟吃了一嘴的泥，还遇到你这样的奇葩司机。我一低头系鞋带你就踩刹车，我一低头系鞋带你就踩刹车，3回了，看你把我撞得头破血流的。从没想过有一天车载导航会差点要了我的命，甚至明明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可屏幕上却显示周围都是人。我是个路痴，平常没有导航我几乎哪也去不了。男友李川也经常笑话我，不管是开过多少遍的路线还是会走错，甚至他还给我分享了一个链接，讲的是比利时男子和人工智能对话6周后自杀的事件。新闻的标题很惊悚。同学，人不能太依赖智能软件了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哪天你的导航骗了你，你该怎么办？当时男友的话我并没在意，可没想到事情会应验得这么快。那天和客户签完合同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兴奋地和男友发了语音 Yes， 你知道吗？我签了个大的。他也很开心。是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这得庆祝一下。导航显示1个半小时。哦，好的，等你啊，注意安全。舒缓的音乐响起，窗外的风景也一幕幕掠过。大概开了半小时，导航突然报起路况，前方进入拥挤路段，将为您切换路线。我斜眼看了一下屏幕，导航显示前方5公里的拥堵处呈现紫红色，我就默认了导航所切换的路线。秀区什么时候也堵成这样了？难道前方出事了？我还是谨慎些听导航的，我可不想堵在路上。新的路线选的不是省道，走入一条辅道后，开始经过一些村落和厂房，路上车流越来越少，路灯也越来越暗。我心里莫名的感觉有些紧张，便打算切回原来的路线，哪怕再怎么堵，也比我一个人在这强。可就在这时，导航的语音突然间响了：您的目的地已抵达。瞬间我感觉心里一凉，我明明设置的目的地是家里，可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探出头四处查看，道路四周只有半人多高的杂草，稍远一点只有一个废弃的厂房，门口吊着的老式探照灯滋滋作响，那声音不大，却像针一样刺入我的神经。
见状，我重新定位后立刻发动车辆，可导航显示的路线还指挥着我继续往前走，我彻底慌了，赶忙拿出手机拨打男友的电话。喂，李川，我好像迷路了。迷路？怎么会迷路？不是有导航吗？我是按导航走的。我的语气已经开始有点哽咽。陆雪，你先别怕，我现在开车去找你，你发个实时定位。好。陆雪，我这边显示离你有15分钟车程，你别慌，先按照现在的速度保持行驶。我们应该在前面的交叉路口汇合。保持现在的车速吗？李川，我的车停着没动啊。啊？怎么会？我这边显示你一直在快速行驶。我害怕。陆雪，你别慌，先按照导航保持行驶，说不定开着开着就正常了。我之前也在山里遇到过信号紊乱的情况。放下手机，按照男友说的，我继续缓慢地行驶着。可还没等我开出去多远，车子上的雷达就开始不停报警。此时我注意到屏幕显示车子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，当我抬头望去，却什么都没有。紧接着，越来越多的人影在周围闪烁，车载雷达也在不停地风鸣。前方道路拥挤，行人众多，请小心驾驶。等再醒来，眼前只有灰白的天花板。陆雪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费力地坐起身，才知道自己已经昏迷了3天。还好你人没事，车子被厂家回收了，初步认为是机械故障。也许从一开始我就不该过分地依赖它。如果你的直觉告诉你这个人不对劲，一定要赶紧离开，或许真的能救自己一命。楼下的流浪猫又开始叫了，它们总是会在半夜吵醒我，那哀嚎声就像小孩子在哭一样。也是怪了，为什么这声音总是从我家楼下传来？我很少敢在这个时候开窗，原本温馨的小区，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十分压抑。忽然，一声猫叫声又传了过来，那声音离我很近，就好像是从我隔壁传来的。隔壁什么时候开始养猫了？那叫声断断续续的，每一次都显得有气无力，这让我更加烦躁。但好在楼下经过了一辆摩托车，打断了他们的叫声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隔壁的猫依然还在叫个不停。原本小区里的野猫就吵得让人不得安宁，现在隔壁也跟着凑起热闹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黑着脸敲响了隔壁的房门。开门的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男人，但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感觉浑身不舒服。他只探出半个头，见到我之后他也不说话，眼睛就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他怪异的样子硬生生让我把准备好的狠话都憋了回去。可猫叫声还在继续，最终我硬着头皮提醒了他一声，但没想到那个男人并没有理我，只是砰的一声把门重重地关上。这人是怎么回事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家突然传来了一声极为凄惨的猫叫声，紧接着那声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瞬间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虽然不知道他干了什么，但是那声音听着就让人瘆得慌。那个男人绝对有问题，这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，我赶忙拨打了报警电话，随后锁好房门，跑去闺蜜家住了几天。直到有天我翻看新闻的时候才发现，我家隔壁竟然发生了惨烈的凶杀案，凶手已被抓获，而我那天看到的就是他。深夜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。快开门，你家里藏了一个男人。我头皮一阵发麻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，也从没带朋友来过，谁会在这个时间来敲门？而且他竟然还说我家里藏了人。我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门口，透过猫眼，我看见门外站着一个老婆婆，表情十分的着急，但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她有些面熟。陆雪，你家里真的藏了一个男人，快点出来！我瞬间感到脊背发凉，他怎么会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？我感觉十分困惑。突然，一阵冷风从我身后袭来，这时我才发现，原本紧闭的阳台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竟开了一条小缝。难道家里真的有人进来了？
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，让我的心脏猛地一紧。我僵硬地扫视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，因为没有开灯，昏暗的环境让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不真实。家具的轮廓在暗影中若隐若现，仿佛随时会有什么东西从黑暗中扑出来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的敲门声突然停止，这突如其来的寂静比之前的敲门声更让我感到不安。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探起头，顺着猫眼向外看去，可迎面却是一个浑浊的眼球在不规则地乱动。他竟然通过猫眼在观察我。瞬间我感到头皮发麻，身体更是忍不住的颤抖。一想到他一直让我出去，我感觉他更有问题了。于是我赶忙联系保安，可我刚拿出手机，走廊上就响起了离开的脚步声，看样子他终于放弃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看着被风吹开的门缝，我赶忙把门关上。可突然我余光瞥见楼下好像有谁站在那里，他举高的手臂正指着我家。我定睛一看，却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那个人不正是之前的老婆婆？她究竟想要干什么？还没等我来得及反应，她就急匆匆地跑走了。这怪异的举动让我十分困惑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再次传来巨大的敲门声，我挪着颤抖的步子向着门口靠近，可没想到那个老婆婆又来了，而她这次竟然还带来了一个男人。小姑娘，我知道你是一个人住，可是我看见有个男的从阳台进去了，你怎么还不开门啊？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样，将我定在了原地。忽然，阳台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响动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跳下来了一样。今天吃完饭，我有些睡不着，便在小区里闲逛，可刚出门，就看见一个身影翻进了对楼的阳台。我记得那套房子不是刚租给一个单身的小姑娘？不行，我得上去看看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家里的下水道有点不对劲？深夜，业主群突然弹出一条消息，紧跟着还附带了张高清的图片。水管底部和地面连接处有一滩浓稠的暗红色液体。我的心一下被狠狠地揪住，手里的手机也差点滑落。我猛然想起最近通缉犯流窜的新闻，可突然震动的手机打断了我的思绪。经常杀人的同学应该都知道，杀人容易抛尸难。大晚上的怎么发这个？吓死人了！你们脑洞要不要开得这么大？就这破小区的水管，8成是生锈了。正当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，501把图片撤回了。101在群里喊了他几声也没有回应，气氛突然有些凝重起来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人呢？听说有个通缉犯逃到我们这了，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看到这条消息，我心头一惊，赶忙检查了一遍家里的门锁，但很快501在群里回复：抱歉，是我没注意到，是柜子里老公的袜子掉色了。下面的图片里正是一团被水浸湿的袜子，我提起的心又放了下来。可下一秒，402却突然给我发来了私信：你有没有感觉自来水的味道也怪怪的？我平时都喝大桶水，自来水一般就是洗菜洗衣服用，还真没仔细注意过。但在这个时候收到这样的消息，我还是去厨房接了一杯水，抿了一小口后，我直接吐掉。那味道像是有人往我嘴里硬塞了一块腐烂的生鱼片。我强忍着恶心回复402：自来水不就是一股子腥气，再找自来水公司清理一下就好了。这栋楼是个老破小，一共6层，1层2户，隔音不好，没有电梯。我是2个月前搬进来的，除了101和402能熟悉一些，其他人都没怎么见过。听101的男大学生说，3楼以前发生过事故，没有对外出租。除去其他没有出租的房子，整栋楼也只有8家住户。1周前，402发现了自来水有异味，当时整栋楼就只有101和他在家，2人一合计便叫来了供水公司来清理。可这次402却告诉我，其实那怪味根本不是铁锈，是有人在水箱里养了几十条碗口粗的鲶鱼，有一小半可能是缺氧死掉了。不信你可以问101，我们这栋楼也没有监控，怕吓到你们，所以我就没说。他的语气根本不像是开玩笑。想起来自己刚刚抿了一小口的水，只感觉一阵干呕。我仔细的漱口后才回复了消息，那估计是上次的味道还没完全消散吧。因为我在医院工作，对血腥的味道很熟悉，这次我又在水里尝到了同样的味道。紧接着402又在团购群发起了消息，里面只有我、402、502和1014人。大家不觉得501的图片有问题吗？就算袜子掉色渗水，也应该是顺着水管流下来，可图片里分明呈放射状喷溅。这种管道跟柜子上的洞本来也不是完全贴合，有一部分水顺会从缝隙滴落，形成喷溅状的痕迹也很正常，这有什么好怀疑的？回忆之前被501撤回的图片，好像确实跟502说的一样，一定是402对上次水塔里的事有了心理阴影，才会这么紧张吧。好，那你看群里的图片，右边黑乎乎的，就算是掉色也不会出这种不均匀的情况，这明显是血液氧化的痕迹。
501说袜子是她老公的，可住了这么久，你们有谁见过她的老公吗？你还别说，401刚搬来的时候，不是恰好是咱们业主群也是第一次大聚会，那时候也没听501说有老公啊。而且502你住她家对面，有见过她老公吗？没等502回复，我率先敲出一行字，我其实听见过501家里有动静。什么动静？他两口子总是吵架，我跟501闹僵也就是因为这个。我在501正下方住着，一到夜里两人就吵个没完没了，偏偏我睡眠质量很差，当时也因为这个事闹得不太愉快，导致后来建团购群的时候我有意避开了他。但很快402又给我发来私信，第一次水箱出事的时候他刚好去旅游了，整栋楼唯一没喝过死鱼水的就是他，怎么就这么碰巧呢？而且我敢肯定那片水渍绝对是血迹。还没等我接茬，业主群有新消息提示，402在业主群里直接艾特了501，你那个掉了色的袜子呢？过了一会，501发了一张图片，一坨黑红相间的烂袜子被随意扔在地上。你家有双氧水吗？双氧水消毒杀菌，算是家庭常备药了。我正猜测他的用意，501却老实的回复有。我在网上学了个小妙招，正好试试。双氧水能恢复袜子的颜色。倒好了，帮我拍的视频，我看看网上说的是真是假。没想到没过一会儿，501真的录了一小段视频，看角度是朝着正下方俯拍的，那透明的液体胶袜子上瞬间就泛起绵密的白色泡沫。几乎是同时，团购群传来402的消息，双氧水遇血起泡。我说的没错，那就是血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家里的下水道有点不对劲？深夜501在业主群里发出了一张照片，他家下水道的底部有着一滩暗红色的污渍，但没过2分钟图片就被撤回。我们总感觉哪里不对，直到验证后，这才确定那滩污渍竟然真的是血。我感到头皮一阵发麻。刚刚501不是说这污渍是袜子掉色，怎么现在却变成了血水？还没等我来得及思索，业主群里却突然多了一堆消息，说话的人正是安静许久的601。刚刚才看到501说下水道有问题，我不是生病了吗？老公他专门给我买了几条草鱼补身体，可能是我剁鱼的时候有血水不小心渗下去了。为了赔礼，欢迎大家来尝尝我的手艺，红烧鱼包吃包满意。群里气氛顿时轻松起来，可下一秒101却在团购群丢出一个炸雷，601那家人不对劲。前段时间我和402去了一趟顶楼，路过601时他家的房门正开着，那时候他家灶台还没砌好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做饭了。我随手甩过去一张卡式炉的截图，照你这么说，人家不想点外卖就得活活饿死，是我孤陋寡闻了，但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大惊小怪的。我刚才都听到他在家里剁鱼，我也正想吐槽他，可房东老太太却打来了电话，我心十分疑惑，这么晚了是有什么急事找我吗？小雪呀，你看看能不能联系上501，他住的也是我的房子，本来约好的10点之前交租，我这都等到快11点了，他也没消息，打电话也不接。刚刚501还在业主群跟大家聊天，不应该看不到手机啊。不要紧，我再宽限他2天，可能现在他也没有钱交房租，毕竟他一个人也怪可怜的。一个人？他不是有老公吗？电话那头的老太太啊了一声，随后才犹犹豫豫地告诉我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她老公已经去世了，刚搬来这里的时候，我还特意给她降了房租呢。如果说501的老公在她搬来之前就去世了，那她为什么要说是老公把袜子塞柜子里？而且房东老太太给她打电话的时候，她应该还在群里回消息，既然拿着手机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除非回消息的不是他本人。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，身体不停地打颤。我哆哆嗦嗦地把这个消息发在群里，这501绝对有问题。再加上他把图片撤回的事，你们说会不会是通缉犯在他家？哪有这要巧的事？万一人家睡觉把手机静音了呢？虽然101解释看似合理，但是仔细看看聊天记录，501聊天的时间上下就间隔了3分钟，照理说不应该看不到电话。你们也别瞎猜了，我去敲门问问不就行了。502是个健身教练，平时就挺热心肠的，见他要去，我连忙邀请他打开视频，如果真有什么问题也好直接报警。很快我就通过视频看到502敲响了501的房门，可敲了好一会儿都没人开门。我顿时感觉情况不对，502敲门的声音极大，就连住在楼下的我都能听得清楚，怎么501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要我说，这501家确实有点奇怪，先报警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可还没等我拨通报警电话，101就在团购群里发来了一条通缉犯被捕的报道，同时还让我赶紧去看业主群。刚才501上来吃鱼，说我做的可香了，等会501吃完我就给大家送点下去，确实很香，比外面做的都好。说着601还拍了张501在吃饭的图片。
看到群里的回复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原来是我们想多了。团购群里的几人也打消了顾虑。就在我准备去睡觉的时候，可门外却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往外一看，正是601在送鱼，可我实在不爱吃，便拒绝了他。只不过我也没想到，没过一会儿，团购群又不断地弹出新的消息。呸呸呸，这个鱼怎么这么难吃，一股子腥味。501是什么嘴？这东西能说好吃？他端过来就闻到一股怪味，而且这也不是草鱼，这不是鲶鱼吗？你说他是不是用的水塔里的鲶鱼？看到消息，我感觉胃里一阵翻涌。就算是601的老公再小气，也不能捡死鱼吧？但下一秒402发出的信息却让我汗毛倒立。大家都别吃了，如果吃了的话，赶紧吐了。我刚才在鲶鱼的嘴里发现了人体组织，601绝对杀人了。看到消息的一瞬间，群里顿时鸦雀无声，应该每个人的感受都和我一样，发自内心的恐慌。所以501现在是被601杀了，他应该是为了毁尸灭迹，让鱼把501吃了，然后再给我们吃鱼。所以601刚刚在楼上剁的其实不是鱼。突然一个更惊悚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过，不对，601不止杀了一个人，鲶鱼没有办法快速的处理尸体，鱼嘴里的人体组织肯定来自另一个人。你这一说好像还真是，可是他杀了谁呢？对了，这段时间你们有谁见过601的老公吗？顿时我明白了水塔里为什么会出现鲶鱼，其实从一开始601就杀了她的老公。紧接着我拨通了报警电话，在601被捕后，我们通过报道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601的老公出轨了501，被601发现后残忍的杀害分尸，随后601用鲶鱼处理完尸体后又盯上了501，并将其也杀害。也许那天501家下水道附近的血水正是601处理她老公时漏下去的。